最近这个柬埔寨杀猪盘太子集团的老板陈志被美国司法部没收127271枚比特币，价值150亿美元。这件事情在互联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人因为这件事情都在质疑比特币所谓去中心化的安全性。我想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解读这件事情，结论非常简单，就是比特币安然无恙，去中心化依然健壮。经济学的逻辑其实是非常简单而强悍的，所以当我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想起大概10几年以前有一次在上海，我跟几个企业家在一起吃饭，当时有一部非常著名的美国大片正在中国上映，具体是哪部我不记得了。那我们在席间就聊到说，要不大家一起吃完饭一起去看电影，但是那部电影当时非常火爆，所以他们上网查了以后发现所有的电影院都买不到票。我说你们是真想看吗？真想看，我保证你们能弄到票。他们以为我有什么内部线索可以去拿票，我说不是的，咱们直接去电影院，你们愿意出多少钱看这场电影？作为企业家，看场电影对他们来讲无论多少钱其实无所谓了，100块钱一张票，翻个3倍也就300块，所以他们说票价无所谓，翻几倍都可以。我说我保证你们能看上电影，你们跟我走。我们就找了上海一家大型的电影院。为什么我这么有把握？道理很简单，这场电影越是火爆，它越是会滋生黄牛，所以现场一定有黄牛。万一没有黄牛怎么办呢？万一没有黄牛，你出3倍的价钱在电影院门口把其他的顾客拦下来，一定有顾客会卖给你。所以只要你出的钱足够高，没有你看不上的电影。这就是经济学的逻辑。他们将信将疑的跟着我走了，去了电影院，果然在门口用2倍的价格买到了黄牛票，我们一起快快乐乐的看上了电影。所以这次陈志被美国司法部没收比特币这件事情背后的道理其实是一样的。所以这件事情市场上现在流行的观点主要有2类，一类是破解论，一类是阴谋论。破解论就说美国司法部在没有抓到陈志的情况下就破解了他的私钥，说明比特币的私钥是不安全的，所以比特币去中心化的机制很危险，这是一种看法。第二种看法是阴谋论，有些人说因为美国掌握了根服务器，所以它可以在互联网上通过不同层次的路由去破解所有的加密通信。那么我想首先说阴谋论是一种极端的思维惰性，所以阴谋论的假定就是有某一个人，他有上帝视角和上帝的手腕，他能够控制人世间所有的一切。就像很多人经常说这个美国收割全世界一样，好像美国是铁板一块，他就是一个人在决策，他一个人可以控制所有的东西。当然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实际上美国内部他们自己斗得死去活来。所以阴谋论是一种极端的思维惰性，说美国通过根服务器和路由去控制全世界的加密通信，这可能吗？第二个就是破解论，破解论也不可能。为什么这么讲？就是经济学的逻辑。假如美国司法部真的有办法破解全世界的比特币的算法，比特币的私钥，意味着私钥不安全，所有的比特币都随时可能被没收，那就意味着去中心化的逻辑完全不存在。那如果这样，我们用一个反证法很快就能够解决它。假如真的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它一定会有几个后果。比如说第一个后果，一定会有内部人做空，然后释放比特币被破解、私钥被破解的信息，导致比特币市场和加密货币市场崩盘， Web 3.0 生态全面恐慌，加密货币市场全军覆没，比特币归零。所以资本是最聪明的，如果这件事情真的如阴谋论者或者是破解论者所说的那样，比特币不安全的话，那么这件事情很快就会发生。也就是说，我们在陈志被没收以后，我们应该马上就会看到比特币走向归零的过程。而比特币市场上承载了2万亿美金的规模，在目前为止完全安然无恙，这就说明聪明的资本他们早就已经决断比特币的安全。所以经济学的逻辑简单而强悍，它就告诉我们，我们在目前情况下我们根本不用担心比特币的安全性。所以比特币的安全性目前唯一的风险来源还是来自量子计算。但这个问题用经济学的逻辑看，同样的道理我认为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前面有一个视频讲今年的量子物理获得诺贝尔奖
对比特币的影响是什么。虽然我不是量子物理学家，但是我用经济学的逻辑同样可以得出结论。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如果我们说比特币被破解，或者是被美国监控，这两个就是破解论和阴谋论都不成立的话，那么它自然美国司法部只能借助于其他的途径去没收陈志的比特币了。其他的途径可能途径有哪些？我不是技术专家，作为技术大拿可以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但是我个人推测可能有这样一些途径，使得美国司法部能够拿到陈志的私钥。第一种也是可能性最大的，就是陈志的体系内部出现了线人，被美国司法部利用。例如陈志旗下的那些矿工，他们掌握了主要钱包的私钥，那这些人有可能向美国司法部举报，或者是受到了来自美国司法部或情报部门的压力而翻供，提供了陈志的私钥或者是助记词，从而使得司法部能够破他的钱包。第二种可能是设备的扣押和数字取证，这个可能性也蛮大的。司法部只要他能够掌控陈志的一些硬件设备，而陈志有可能在这些硬件设备当中，譬如说在他的电脑硬盘，甚至可能是网络设备当中储存他的私钥或者助记词，这样的话美国司法部就可以轻松破解他的钱包。这两种可能性最大的。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网上有很多人推断的说，可能陈志的私钥生成过程当中存在着算法漏洞，例如它采用了伪随机数生成器，那么这样可以通过它的生成过程，这样可以通过逆向工程的逻辑去获取它的伪随机数生成的种子，生成跟它相同的随机数，从而得到它的私钥。当然这个逆向工程的难度有多大我不清楚，但这也是网上很多人在推测的一种可能。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以黑客的方式进入到陈志的计算机的系统，从而获取他保存的一些数据，并进而破解他的私钥。所以我想有 N 种可能，美国司法部可以获得陈志的私钥，从而拿走他的比特币。所以在陈志这个案件当中，我希望更多人关心的是司法的正义，而不是把太多注意力用在阴谋论等一些无效的逻辑上。用经济学简单而又强大的逻辑，我们很快就可以得出这种结论。所以我一点都不担心比特币归零。感谢大家收看，咱们下次再聊。